出生的时候是没有选择权的。我先要跟大家讲，人类意识上他不知道他其实有选择权，但是在灵魂的结构上，他就是选择你，你就是选择你爸妈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我会陪大家升级你的意识，透过更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跟宇宙的运行法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活成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我们今天要聊聊的主题呢，叫做血缘家族跟灵魂家族。很多人其实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原生家庭就是跟他们格格不入，从原生家庭身上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所谓的家人爱，或者是无条件被包容啊，然后家人就是我的避风港啊，这些形容词好像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可是在我们跟家人好像看似非常不合的情况之下，我们却找到了来生的家人，再生的家人，也就是所谓的灵魂家族。有一些人你就可以发现，遇到某一些朋友好像才没有过很久，可是你能知道你们之间的共鸣好像已经认识了好几世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我们会有血缘家族跟灵魂家族的差别。OK，你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觉得血缘家族就好像是你与生俱来先有的一张地图嘛，他把你设定好了一些 NPC。对，那灵魂家族我觉得某部分也算是自己选择的吧。没错。那你们自己有生命中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吗？有你跟你弟是不是很不熟？你跟你弟看起来超不熟的，你知道吗？对啊，因为我们两个像是小时候被设定一直会打架的那种角色，就好像你跟你弟要促膝长谈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可是明明随随便便跟闺蜜就可以坐下就开始大聊特聊。对对对，但是到长大之后吧，他有了个人意识之后，就才偶尔有臭屁孩，对，没错，没有任何意识。好，我知道，当他有人生上面的困难的时候，他会突然发现姐姐其实是一盏灯。那你有把他教育成一个有姐姐样的样子的男人吗？应该怎么说？就是他没有，你弟会看这一集吗？他弟弟。就是有些人就是很弟弟感嘛，就是很弟弟感，就是怎么讲，就是很贴心、很 sweet 的这种，但他不是这种类型。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两个像姐弟的时候，是他要离开台湾，因为他之前是在海巡署，然后他要去南沙，然后再到那个岛的中间，他必须坐一艘非常非常晃的船，然后在这5天并没有任何的网路，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在那艘船上就是行走就是有困难，因为从这边过菲律宾那边的海其实是非常的海况是很差的。他第一次出行的时候，我给他一本笔记本，我说，然后我在那笔记本的前5页先帮他写好了一些东西，我说后面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写，但是前面我给他写了一些我对就是想祝福他的话，然后我以为这个东西带过去会变成一堆破纸，结果没想到他带回来的是他在海上还有在那个南沙那边满满的心得。哇，让我觉得好感动对，非常感动。你在延续姐姐所传递给你的爱。对，没错。哇塞，对，这是我第一次有很深刻的感觉啦。那时候你几岁了？那时候我好像是大2吧。大2的时候，还大就是大3大4的时候。那时候你看，人生活到20岁才发现有弟弟是什么意思，才发现突然出现的，对不对？对，我突然感觉到血缘家族具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确，有些人知道很后面才知道血缘家族之于自己而言的意义，然后知道在这之前都还在经历此生来这里需要去经历的业力。那30嘞，你是独生子吗？不是啊，我不是，我有2个姐姐。Oh my god，你是弟弟耶！对，你身为有2个姐姐的感觉是什么？我小时候跟姐姐没有到非常这么 close， 因为我们家其实蛮严肃的这样子。OK， 对，就是我们家是算升学的家庭这样子。然后谁家不是升学家庭？告诉我。所以就是小时候大家都在读书，然后大家不讲话。我们曾经有一整年或者1-2年，就是家里是很安静的，就是1年家里
讲超过3句话这样子。然后直到后来我妈生了一场大病之后，然后大家才开始慢慢的开始就是比较有交集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就真的比较像家人，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然后会还有我自己发生的事情之后，然后你又会再更看重一点，就是真正无条件在帮助你的人是哪些人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要提醒聆听这期 podcast 的听众，你会点开这一集，也许就是因为你现在很好奇你跟自己的家族血缘家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无论你现在此刻对这个关系是正面的感受还是负面的想法，我都想要邀请你去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不要那么快的去定义跟找答案你跟家族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有一集的 podcast 其实有讲到，所有来到你身边的来来去去的人际关系，包含家人他们之间的合约契约是什么样子的意义。我也有在跟家族那时候过年有上了一支 podcast， 也有讲到说家人他其实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那其实在那一集的留言底下，其实我有收到非常非常多私讯，有关于说可是我就是跟家人好像永远都合不来，跟家人对我而言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我一定要原谅他吗？那我一定要去推进这个关系吗？我先跟你们说，原谅推进所有一切的结果都不是你此刻要去体验的，你此刻要去体验的是去感受你们之间的连结带给了你什么样子的成长跟体悟，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去追求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如何，灵魂家族就是很好，血缘家族就是不好，因为反正我们就是要来修业力的，并不是的。你会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去明白你们之间这份合约的意义，而等到那个时候，也许你对于家人是否有没有给你爱、避风港，还是你对他是恨的这个情绪，就不会有下任何的定义了。因为你看30，我们都40了呢，人生到30几40，对吧？其实对啦，其实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其实我前半辈子就是39岁之前都算是有一点点的跟我妈合不来。其实我跟我妈也是算是我有一点恨我妈这件事情，因为她是非常管教我，然后非常不让我做这些事情。她甚至在我开始工作10年之后，还问我你要不要回去念研究所。然后，所以这39年之前，我都跟他非常处得不来，特别还有小孩子的教养问题，就是因为他是老师，然后他就觉得小孩子需要好好学习、好好教养，跟我小时候一样，他想复制一个我出来，在我小孩子身上。然后我就因为我体验过这个非常不好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在中间一直阻挡我妈，然后所以我跟他那时候关系也都没有很好这样子。对，然后甚至有一年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在我高2那一年，因为高2那一年比较叛逆，然后我也比较可能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高2那一年我一整年没有跟我妈说过一句话。Oh my god！ 呀，就是其实我跟我妈关系在刚开就在前39年的时候，非常应该只能说非常非常的很像敌人的状况这样子。现在嘞？现在是超级大转变，就是现在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就是世界上真的唯一无论我要做什么都支持我的人就是我妈，然后每天会关心你有没有吃饱，然后还有会打电话问你说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的人也是我妈。然后那时候我在 ICU 的时候，在病床上旁边，我们两个就在聊有关于我儿子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聊了很多，然后对，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就是有个东西断掉了，就是有一个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对他的那一条线断掉了，就是我也会开始关心我妈身体好不好，然后开始跟她聊天，然后开始问她说今天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开不开心啊，开心最重要啊，就不要想其他的这样子，然后叫她去好好的生活这样子。好棒哦。所以你看哦，你就可以知道说每个人的人生体验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如果此刻你对于家人的感受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去享受这个状态，因为也许到未来的某一天，宇宙你的高龄团队它不会让你深陷在这个很强烈的负面情绪里面，
在现在这个时代，所有人为什么会慢慢的走进修行跟身心灵，就是因为我们要更有觉知，带着不强烈的情绪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当我们有对于一件事物或者是家族有个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那你一定会在人生的某一刻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让你去明白跟体悟。这就是这整个地球游戏规则最好玩的地方，所以带着敞开的心去迎接接下来的挑战跟你会面临的一些转换，我觉得那是生命当中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我是一个独生女，又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然后又在一个复杂的大家族里面生活，所以我自己也经历过非常多很 drama 的事件，就家家有本超难念的经，就是我非常非常的能明白。可是呢，我们的高龄永远不会让我们在这一个状态去体验无条件的爱。有些时候无条件的爱是你的灵魂家族可以给你的。我们在聊聊灵魂家族之前，我们现在聊聊什么是血缘家族。如果要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去分享血缘家族的话，你出生下来，很多人都会讲说，这个孩子有没有选择权？就我要不要把他生出来？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个家人？他出生的时候是没有选择权的。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人类意识上他不知道他其实有选择权，但是在灵魂的结构上，他就是选择你，你就是选择你爸妈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呢，今天你选择了你要让这一对夫妻成为你的爸妈，一定有原因，是你们之间的契约写下来的，共创你们接下来要产生的精彩剧本。这个是你的灵魂永远都有意识做的决定，只是因为我们要出生的时候，为了完整的去体验这个地球，所以你的记忆会归零，所以归零到看似你心中可能都会自我怀疑说，我有啥毛病选这个爸妈呢？你可能自己心中都有这样子的疑问。你看珊珊突然觉得对呀、没有啦，很爱妈咪跟芭比。是真的。那为什么？因为地球它就是一个要让你去体验很多挣扎的地方。我常在强调，地球最大的特色就是二元对立的这个初始设定，所以你的爸妈就是在这个初始设定当中的新手村。你一出生下来，第一个打的怪就是爸妈的怪。OK， 可是这个爸妈的怪呢，其实是没有很难打的，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状态，是第一，它是透过生物的基因、法律的关系所组合而成的，所以就很像是血缘这个字其实很重的，你身上就是某种程度留着它的东西。在 DNA 的表观遗传学其实也有讲到非常多，其实我们的 DNA 是会携带着曾祖母祖先的创伤记忆的所以你可能此生怕水，不是因为你此生怕水，有可能是因为你曾祖母怕水，然后他把这个很强烈的印记遗传到你自己身上。这个我之前 podcast 有提到过。血缘家族它通常负责我们的物理生存跟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它来到你生命当中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养大，这个是它非常重要的初始设定。那在这个初始设定，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生存，而生存往往都是我们业力冲突跟情感磨合最深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家人如何恐吓你，都先从你的生存开始恐吓你。比如说，你住在我家你吃我的用我的耶，没有我你会出生吗？你看这种生存型议题，它就是我们海底轮掌管的东西，健康、金钱、爱，然后跟人际关系。你会发现没有把这4件事情搞好，你很难在这个生存底下去生活，而偏偏去磨练你生存议题的最大的关卡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所以在这一个血缘家族之间，你会发现你们携带着非常庞大的契约，要去共创跟前往某一个方向前进，对不对？好，那你就听起来好像血缘家族好像很沉重，或者是说天哪，我们要打的关真的是跟180层一样高楼的破关，要关关斩将的困难程度。那这也是为什么灵魂家族要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灵魂家族呢，它其实就是灵魂层次上志同道合的人。OK， 什么叫做志同道合的人？就是你们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是你们有相似的能量频率，或者是灵魂的共同目标。
就比如说我们3个有没有可能是灵魂家族？有可能啊，但灵魂家族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进入这个地球之前，我们的灵魂跟灵魂之间就早就已经选择好、约定好要互相合作、共同扶持的队友。就是这样，所以后天的家人，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永远都是往互相支持彼此的唯一目的前进的，所以你会觉得遇到灵魂家人特别的舒服。我就是要被支持，跟我就是要支持你，但是一个很纯粹的连接。可是血缘家族，它的确有支持的成分，可是你们有共同要完成的业力关系，它又是多了更深一层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来到地球最好玩的地方。上天他永远不会只让你吃苦，他也会给你糖吃。所以当你在你的人生生命当中发现，天哪，我觉得我没办法从家人身上获得我想要的爱的时候，恭喜你，那你就会往你的朋友圈、你的生活圈开始去蔓延跟延伸。这也是可以聊到一件事情，是很多人都很渴望要从家人之间获得无条件的爱。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安排当中，能给你无条件的爱也包含朋友。可是当我们很执念觉得家人就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你往往会在这个课题里面学得更久。因为大家都会分内跟外。没错。那为什么要分内跟外呢？你觉得？我觉得是一部分是因为你从小生活的环境吧。家就是你那个回到家你可以关起来房间，然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所以跟你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的人，你会自动觉得那个就是内，因为他们看过你最真的模样。而外呢，像个小 baby 在长大。对，你在外虽然说有一部分的你是坦诚的，但是他们没有看过你生活的全貌，所以你会自动的把它分为外。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啊，就是在这一种分类当中，才能够碰撞出最矛盾的假议题。好，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你看，我自动的想要把家人分为内，可是你行为上真的有满足你认为的那个分类吗？问号，对吧？我好渴望我的家人能够理解我，可是当家人想要你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你有讲吗？你明明知道他是最能够无条件接纳你的，但你敢把自己掏出来吗？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掏出去的东西，掏给朋友比家人还要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份矛盾就很有趣，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那一个分别心跟对立。你不觉得这个假议题就可以好好的让我们去觉察？对啊，所以我到底对于爱的定义又是什么？会不会我其实反而放了这个爱的定义来勒索了我自己呢？好，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去思考看看，好吗？来，30有没有什么想讲的？对于家人这件事情，怎样？没有，就是很沉重，很复杂。对我来说，太沉重了。那我们来聊聊灵魂家族好不好？灵魂家族沉重吗？还好吧。也不是，就是我知道我能够明白爱是什么，然后但是我没办法放下这个东西，这样。你说没办法把爱放下是吗？就是没办法让它变得很纯粹。对，然后就是让它变。当你在没有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当你知道你曾经有过，你说爱啊，这个东西吼，首先你得要先知道你对于爱的定义是什么，你所想知道答案才能够被回答。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的确就不知道爱是什么，对吧？但的确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给你一点卫生纸啦。流下男儿泪。好啊，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好，你来问问看这个问题。我给你3张，我是要你一张一张用，你给我3张揉在一起用，分开来，把卫生纸分开来。好，你要问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一些人的初始设定没有其中一个呢？就像你说那个他一出生他就没有父母，或者是他的个性是一个没有办法结交到灵魂家族的人，那这样子的人的设定的剧本会是什么？因为蛮好玩的啦，就是会不会有人只有其中一个，甚至会不会有人2个都没有呢？那他玩的是什么？好，一开始呢就没有血缘家族的人，他其实人生当中想体验的是一个跳级的关卡。
OK，像我刚刚说了嘛，血缘家族它其实是你来到地球的第一个新手村，可是有些人他就是越过这个新手村呢，有些人他就是觉得新手村玩腻了，我来玩玩进阶村好了。所以他灵魂在这一世投胎的时候就会进入到这个进阶的版本里面，所以的确有些人他的灵魂其实选择高难度跟高经验值的一个体验。OK， 那血缘家族在这件事情上面反过来去想，我们可以知道它其实是我们身为地球人的第一个保护层。如果你出生下来有血缘家族，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它保护了你一开始还在摸索这个世界，还在探索这个世界跟自己是谁的时候，它给你一个强大的后盾，但同时的确有制约，所以所有的能量它都是平衡的，你不可能要一没有二，要二没有一，这个是在能量守恒里面不变的原理。但很多人的确就会在这个比较进阶的关卡里面长出了自己更强大的独特性跟独立性，选择不依赖血缘关系来面对这个真实世界。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灵魂选择的，而这样子的灵魂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勇气。对，而且我突然刚刚有个画面是，有些人新手村打到他都已经不是人生新手了，他可能已经是老手了，他还在打新手村。对啊，所以他可能之后就会换下一个场景去玩，他的灵魂下一世就可以知道，好，那我接下来要换新的场景去玩。所以其实当血缘的连接断裂或者不存在的时候，灵魂家族的出现就会在他的生命体验特别特别的关键。也就是说他会重新组成自己的家庭，他会大量的仰赖他的亲友关系，这样子的组合又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所以没有血缘的牵绊，你的能量场通常也都会进入到一个更纯粹，达到频率校准的灵魂频率上面。那如果两者都没有，那就是超进阶版。好，我会说有没有人两种都没有？不可能。我们可以把灵魂家族想象成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球上，我们唯一的功课就是面对人际关系。而那些灵魂家族就是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的其中一个角色跟其中一个设定。所以你说完全不会遇到灵魂家族的人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永远不社交。可是不社交这一个设定，它又不会被存在在地球的游戏体验里面。来到地球的这一个其中的最强大的设定，就是我们需要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去长出内在的慈悲心跟爱。因为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讲都是镜像关系，我们唯有透过看到这个人，才能够看见我自己。所以来到地球是绝对不可能不会遇到灵魂家族的。懂，很棒吧？看看他的那个他的眼泪，男人泪好沉重。但这是每个人的初始设定就是不一样嘛。对啊，那灵魂家族它会有灵魂的应该说它有年龄的限制吗？不会啊，完全没有年龄，就像是你除非你老了这种不社交。就是我的幼稚园同学也可以是我的灵魂家族。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也要跟观众提醒的，灵魂的契约是有阶段性的，有些人他的确就是要陪伴你度过一个阶段的你的生命旅程。尤其是你看哦，比如说在现代的人们的困扰当中，25岁到40岁的这个世代，大家都会因为朋友渐行渐远而感到难过，因为在这个阶段好像不会再交新的朋友了，所以我们都大量的仰赖在25岁以前还在学生时期所交的朋友。进入到工作阶段的时候，好像我们少了很多的社交，我们就会渐渐的没有办法去拓展自己的人际圈。但是呢，灵魂家族它出现的时间点都是在你愿意走出你的社交圈的时候。所以只要你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愿意再去主动交朋友，你都会很容易根据当时的频率共振，最符合你跟最能够帮助到那个阶段的你的灵魂家族出现。所以我之前那一集 Podcast 有讲到说，其实生命当中来来去去的存在是正常到一个不行的一个设定，因为你的频率在变，符合你这个频率进到
你场域感觉到舒服的人，他也都会一直在变。就像是你在幼稚园的时候，你交到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还能够跟他侃侃而谈，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代表你们两个在大量的变动当中，依然有那个很稳定核心的共鸣点，把你们之间连接起来。所以从小到大都没有这种朋友的人，是跟大家共鸣点比较少。不会啊，就是阶段性的任务一次又一次的去结束了。就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非常非常少从小到大都联络的朋友。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因为你的灵魂升级，你有可能升级的速度也会很快速的淘汰你身边的朋友，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见一件事情是，无论你身边有多少人来来去去，我们只要记住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变得更好。如果有的话，就代表说你不会因为离开了任何人而变得更差，因为你把自己过得很好，你就不需要朋友多多、朋友多亲密来定义你们之间的关系跟你的友谊圈。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前面签的约，就可以这样说嘛，就代表他来到你身边都有一个要教会你的东西。没错，那他的离开不一定你已经学会了，但是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东西是你要去学习的。没错，灵魂家族连接都不是以时间长度来衡量深度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只出现3个月，可是他却能够激发你，然后让你想起你30年前都没有发现的人生天赋。所以他带给你的力量很庞大，所以跟时间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那你怎么解读那种一辈子的好朋友？那我也要问问观众了，你真的有一辈子的好朋友吗？每个人的一辈子的这把尺都不一样，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是，我跟你相处3个月，我就觉得我们一辈子一定可以成好朋友。可是有些人是真的过了一辈子，他真的成为了我从头到尾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我有，所以我蛮好奇跟这个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羁绊。觉得未来很难讲，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会有这样的体感，就是我们会一直联系一直到老。我先说，能够有这样子的感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灵魂家族它其实会给我们一些很棒的讯号，我们来认出这些讯号，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跟他有很深的连接了。首先第一个讯号呢，是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得到你的生理反应是很敞开的。这个敞开会让你知道说，你让我感觉到很疗愈、很舒服、很自在，就很像是泡在浴缸里面，哇，好简单的那种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你全然的放松的时候，你的身体不会说谎，你遇到对的人，你的肩膀不会紧，你也不会感觉到我会一直情绪有很强烈的波动。那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我一辈子待在这个浴缸真好，它是一样的情绪哦。这是第一个讯号。然后第二个讯号是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一点都不费力的。对，所谓的不费力就是你不需要在过年围炉的时候去很费力的解释，对，我是一位灵魂疗愈师。灵魂疗愈师是什么？然后开始去想我要怎么分析具象化，甚至连 PPT 都想搬出来，就是我就是想让我的家人理解我是疗愈师，我在做什么。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开口说我现在在做疗愈，然后他就可能马上能够 get 到你说是那个疗愈吗？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来一往，然后你们就会觉得好不费力耶。我根本不需要解释我自己，而是你能够快速的抓取得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你内在有那个程式跟编码，所以就很容易对上嘛。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你人生最卡的时候，它刚好出现在你的身边，这个也是一个。这就是所谓的共识性。比如说当你正在犹豫我要不要做什么，然后突然有个贵人出现了，突然有一个资源出现了，那这个共识性它刚好带来你那个阶段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它也是你的灵魂家族。它是他上天你的高灵们派下来带领你去走完这个阶段的小天使。那灵魂伴侣也等于灵魂家族的一员吗？是，
也是哦。是的。所以呢，像灵魂家族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灵魂双生、灵魂伴侣，这种关系最紧密，但是却能够照见你最真实的自我的那个人，通常也是带着强烈镜像关系的人，也是你的灵魂家族。他就是要出现，然后让你去明白你自己的，让你变成更好的人。但这个过程也许也是剧烈的、不舒服的、疼痛的。所以灵魂家人不见得都是带给你舒服的哦，灵魂家人它同时也代表着会带给你极强烈成长的一个状态。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星际种子跟星系家族，也就是说你们来自同一个星球，所以你们讲同一个语言，你们的灵魂源头频率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来自于地球，像有些人是来自天狼星啊、昴宿星等等，他们在地球是带着特定的使命的，所以这些外星魂相遇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强烈的那种老乡遇见老乡的感觉，因为你们的频率跟地球太不一样了，所以你一看到他，你就知道你跟我一样怪。你有遇到老乡的感觉吗？哎，我会觉得这个老乡辛苦了。没有，我这个老乡有点太离家乡太远，对，他离家乡有点太远，我离家乡也太远，这样，没错，太久没回家，所以我是来告诉他说你家在那，你知道吗？要不要打给你家人？要不要带你回去？对呀，带你回去一趟。所以我会出现在30的生命体验也有原因。对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灵魂家族性？肯定也有啊。就是像你看我跟你也是，我们两个的默契也代表着我们某种程度的频率是相似的，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彼此。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生命体验当中很重要的安排。我跟你们的相遇都有一长段的故事，那个都是很难得的缘分，对吧？有些灵魂家族也是功能性家族，也就是说为了特定的专案，比如说我们一起做一个学院，我们一起推广一个环保的议题，我们一起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出现，任务完成之后，它就优雅的淡出你的生命了。也有这样子的灵魂家族，所以那些优雅淡出你生命的人都不用去紧抓，那都是正常的。哪怕你们过去，你看我们一起完成一个专案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怎么突然就这样子，好像因为某些机缘，我们就渐行渐远了，很正常，因为他就是短时间出现要来支持你，去激发你的一个人，可是他有他的生命安排，你有你生命的路要走。那当有一大批人可能登出你的灵魂家族，那会不会也代表其实后面有更多人要进来呀？没错，我们的容器是这样子的。这个容器，你的高灵、你的最高意识的玩家，永远都只会清出最适合的空间给你。所以无论是大量的进入还是大量的分离，对于你来说都是最棒的安排。所以我才会说，无论你现在在哪个阶段，都不要着急定义自己。定义说我失去了好多朋友，或是定义说我现在跟我原生家庭就是不好，先不要着急定义，因为这个容器有你的最高意识的玩家想要帮你安排的一些任务跟剧情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没错。然后呢，我也想要给聆听这个 podcast 的听众跟你们分享说，血缘家族它的确是你的修炼场，但是不用去把它想成你很可怕的监狱。我知道很多人是正在经历这样子的生命体验的。当你选择进入这个血缘关系，有些时候你是为了学会界限跟拿回自己的主权，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不一定要跟你的家人和解，或者说这一辈子你不一定要跟你的家人成为超级亲密很有爱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是你就是要来这里去学会，哪怕你是我的家人，但是我的爱也是有界限的，哪怕你是我的家人，但如果你是这个状态，我是没有办法给予我的爱的。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如此亲密跟强烈的契约当中依然找得到自己生命的主权，那也许这也是你这一世要学的功课。这是什么意思呢？血缘家族它能够帮助你学会什么是你不想要的，那这个不想要的你能不能坚定的说出来，哪怕他是你的家人，法律意义上亲友关系的定义上，潜意识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你都能够好好的去分割，你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值得让大家去思考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我是不是一定要跟我的血缘家族和解？我们来聊聊和解这件事情好。我会说不必。
大可不必。好，为什么大可不必呢？首先，原谅从来都不是你要做的功课。原谅从来都不是你在发生冲突要达到的结果，觉察才是。什么意思呢？去承认，也许我们的磁场就是不合。这个内在你真心的承认，这就是你对自己最高级的和解。可是很多人是很难达到这个状态的。比如说，我真心的承认我们就是不合，这句话你是带着怨气、恨、怒去讲的。跟你心中真的能够明白觉察全知的视角去看待一切的发生，然后我真的知道，哇，我们真的频率不合，哪怕你是我亲生的家人。当你能够来到很平静很平衡的去看待你们的不合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和解了，你接纳了所有一切发生在你生命中的安排，跟你觉察到这个安排至于自己而言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很多人很难达到这个状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修 OK、所以其实你要说什么？但有某种状态是你已经保持了平衡，但是这个血缘家族的人不断的主动的来侵略你，就他说你不得不看我哟，你都已经想要转头说谢谢，他还是硬把你拉回来。没错，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界限就是距离。OK， 心理上的界限跟实际上的界限我们都要做到，这是很厉害的能量保护。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是当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适当的休息时间跟间隔，我们才能够好好调整我们的呼吸，然后继续往前嘛。所以你跟家人去保持物理性跟情绪的距离，也是在保护你的能量频率，那一个你正在萌芽的灵魂频率。所以第二件事情，如何跟家族和解，就是保持距离，物理上的距离，让他想要靠近你的时候，你能够有意识的切断这份连接跟关系，然后有意识的知道这是他的情绪，这是我的情绪。很有趣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可是我只要物理上切断，或是不接家人的电话，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怎么样。我跟你说，你真心100%的内在安定，知道你们现在就是需要这一份距离，这叫做保护我自己。你的高龄就会跟他的高龄讲说，好了，功课学完了，不纠缠了。所以当你发现我已经做出很多就是物理上的距离，然后我什么话都讲了，然后我什么事都做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来纠缠，请去观察你显化的生活，如果没有任何变动的话，就代表说其实你以为的不是真的，你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去清理，还有很多东西是你觉得你做到但其实还没有的。那我们就可以再回到第一步去觉察。 OK， 第三个步骤3，你永远有能力去重新组合你后天的灵魂家人、灵魂家族。也就是说，对我来讲，现在在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我的团队。我妈可能有些时候我都不会接她电话，就是妈咪对不起，我知道你都有在听我的 podcast， 可是我真的有点忙，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我的学院是我很重要的家，所以这个是我后天组成的家庭，所以我可以透由这个家去滋养我自己，我就不需要去仰赖跟依赖我的原生家庭跟我的灵魂家族了。我们永远都有选择权，可以有意识的选择谁能够进入我内在的这个圈圈里面。那有意识的去选择，它又是一个很高级的修炼。你看哦，我是带着不安全感重新组成一个家庭，还是我足够有安全，那我要把这份安全感扩大，让大家来加入这个安全的圈圈里面呢？你们觉得这两个差在哪？实际上它就差蛮多的了。对啊，当你是一个很敞开的状态的时候，任何跟你频率相同的人，你都可以从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学到任何的东西，那都会是就是你们彼此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安全感的状态的话，任何人走进来，他都别想走出去。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趣。我们往往真的都可以从家人、家族之间学到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哦。所以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因为没有办法爱上你原生家庭或者血缘家族而感到抱歉。这个血缘它给了你的身体，但是灵魂家族它给了你往前飞的羽毛。
那我们就是带着这份羽毛自在的向前飞吧，去珍惜这份羽毛，因为已经到2026年了，我们其实不需要再去勉强自己留在一个不属于你的星球，大胆的去寻找那些跟你有着同样灵魂代码的家人，你会发现你会活得更自在，跟活得更顺流。没错。OK，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没有啊，其实因为我都经历过，就是有关于组建一个团队，或者组建一个自己的以为的家这样子，然后再从这个家，然后大家慢慢的各自离开。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会难过，然后会有那种很想要把他们留下来在身边的感觉，因为就是已经合作很久了，然后就是你只要跟他合作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他又不得不离开，这件事情就是有关于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我的执着在发作，对不对？对啊，因为我好想要他留在我身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不是来自于你的需要，是来自于你的想要。那这个需要跟想要，你就可以知道是谁在掌控，一个是高我在掌控的，一个是小我在掌控的。就是不管是血缘家人还是灵魂家人，我刚刚想到的就是说，不管因为你有说就是灵魂家人的确就是会来来去去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经验，也就是血缘家人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模式。是的。就是血缘的家人其实也是会来来去去的，对，就是也会来来去去的这件事情，所以对于他们要留下来这件事情，都是小我的执念。是的，没错，无论是灵魂还是血缘，我们都把它归类为它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当我们想要强求一段任何关系的时候，这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考验跟学习，让我们去面对这些我刚刚说的所有的人际关系也都是你的镜像反射，所以你是如何控制他们的，其实就是你内在如何想要控制自己的心。最后回到一件事情，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关系，都是为了让我们回到觉察本身。你在这段关系的碰撞当中，你觉察到了什么样子的生命议题，那这个生命议题至于自己的这份体验当中，它又让你学会什么东西。当我们把这些能量拉回觉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答案就这样，如此简单，我学会了，句点。这就是这一段关系要带给你的，而不会强求一段关系要永远的在你身边，或者是陪伴着你。就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啊，而不是回到他跟我们，而是我。可以后天训练，还是说是一种本能，人的本能？觉察是人的本能，就像是你对生命会有好奇心一样。为什么相机一定要是黑色的？为什么木头的地板会让我觉得很舒服？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其实在无意识当中都会出现的问号，而这个就是来自我们生命当中的觉察。你想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回归到很核心的意义。所以当你不再去纠结你们之间的关系，而是回到你们之间关系最核心的意义，那就是你们当初写下来的灵魂契约啊，这就是意义。当你能够明白跟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觉察。那我想问一个，就是当你觉察知道这个人他已经离开你了，然后你也知道你也非常的难过，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来带给你的功课，但你要怎么去平衡这个难受的感觉？即使你已经知道对就是这样运作，但我始终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感受跟感觉。那你会建议怎么做会比较好？首先呢，失去的心它是需要被训练的。这个训练呢，是来自于就像是小时候你丢了一个最可爱的娃娃，你会觉得好难受。可是长大之后你丢了个记忆卡，你都会觉得啊，哈哈哈，我蛮难受的所以心理的耐受度它其实是可以被训练的，对吧？OK， 我们人的那个耐受度是可以被训练的。当你越过一个更高的关卡，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它都会变得很小很小很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难受是我们脑袋想象出来的，不是真的难受。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一个状态对你来说是极大化的不适。可是如果你体验过生命当中更强大的美好，你其实就不会把这一个难受当一回事了。你懂我意思吗？就很像是，好，的确我今天一个洋娃娃弄丢了，可是你明天要去冰岛玩，你是突然就觉得
生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事情嘛，你就会对不对？想说，我要带这个羊，我要去冰岛的说。所以你看哦，我们永远会帮我们创造无数个难受。所以修行它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看见这些想象是哪里来的。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闭关10天。当你去闭关10天的时候，你所有的情绪、感受、觉知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内观中心，对，内观中心 Vipassana 在台湾应该有2个禅修中心在做这件事情，去透过去觉察自己内在的那些不舒服，去觉察到这个不舒服的本质，你就会发现那些东西哪些是你想象的，哪些是实相。当你能够分辨这2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中没有难受的事情。就像是现在小时候你觉得你一个洋娃娃丢你好难受，你长大洋娃娃丢你还难受吗？我觉得正常啦，丢就丢了，再买就好了。所以你就发现情绪是想象出来的，它不是事实。OK， 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去获得谁的认可才能够成为谁，而是你的灵魂家族早就在宇宙中为你留一个位置，而在那里呢，是你不需要解释的，你只需要在那里成为你自己，全然的成为你自己就可以了。尤其是2026年，它其实是一个归位的年份。所有的能量归位的年份，所有错位的关系都会被松动，而所有同频的人最终都会相遇共创共好。 OK， 那我们来抽一张卡牌来给聆听这集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我们抽到星星牌 The Star， 我们今天来抽很香喷喷漂亮的韦特塔罗，我们抽到了 Star 星星牌。星星牌在塔罗牌的序列里面，它的前一张卡牌是塔。塔牌其实在塔罗的序列里面代表着崩坏，一件事情的瓦解。可是一件事情的瓦解之后，它出现了星星，就代表象征着你在经历了很多混乱、失去跟摧毁之后，迎来的是疗愈、希望跟平衡。星星它的疗愈力就是关于失去跟平衡。牌面上这个女子的右脚她踏进了土地上，然后在水里面，所以她其实也是要告诉我们说，如何去平衡难受，就是不留念你水里面的瓶子，而是不断的倾倒，不断的去迎接它的循环。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生命它都是这样的，当你掏空了你自己之后，就会有新的东西迎接到你的生命体验里面，流动才是一切的关键。所以呢，失去的痛苦就很像一场大雨一样，但是星星想要告诉你说，现在雨停了，你可以开始修复自己的能量场了。那些空出来的位置都是为了让那一个更闪亮的星光照进来。星星它也代表着我们很纯粹的灵魂品质，它对应的星座就是水瓶座，而水瓶座它象征的核心议题又代表着群体友谊跟灵魂家族。所以给孤单者的指引是，即便你一出生没有父母，但是你依然有整片星空，而你的灵魂家族都会像星星一样在你最黑暗的时刻亮起来，因为你从来就都不孤单。OK， 好，所以今天最后想送给大家就是，也许你刚经历过像塔一样的崩塌，经历过令人难受的失去，但它的出现是在告诉你说，疗愈已经开始了，不需要去看见那些失去的，而是它正在产生一个更漂亮、更美、更符合你现在灵魂要去体验的循环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一个喧嚣的世界里面，看见自己内在那份星空。血缘是地球的安排，而你是光，永远都被宇宙支持着，好吗？ OK， 好，那你不是一个人玩这一场游戏，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地球玩家这个频道陪伴大家去了解更多有关于生命有趣的发现跟意义。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期见咯，大家拜拜，拜拜。他哭成这样还可以，拜拜，好好笑哦！30，你哭成这样，我好亮亮跟你说的话啦，哦。
不是他更多的卫生纸？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卫生纸。好的 Hello， 所有地球玩家们，淼淼学院在今年上半年的所有课程都即将进入到尾声。那现在呢，我们人在新加坡，即将要前往澳洲。在6月6号、7号，我们在新加坡有办了一场金钱丰盛灵气。结束过后呢，我们就会去澳洲，这次分别去4个城市：墨尔本、雪梨、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那我们在6月12、13号在墨尔本办了一个与高连结的2阶工作坊，在6月10号的时候，跟澳洲职场人的社团一起合作办了一个线上的免费论坛。在这个论坛里面，我们会去探讨在澳洲的生活，同时我们要如何慢慢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们在6月14、15号在澳洲的一个私人庄园办了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澳洲版。在这一次会以生命重启为主轴，我们会在这个庄园里面带大家做非常多的神经系统重塑、呼吸练习、音疗，甚至是瑜伽，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紧凑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带你们去重新看见要如何把那份安定带回自己的日常。那我们这次蛮多主要课程都在雪梨的，我们会在6月18、19号办7脉轮初阶跟8到12脉轮进阶的课程。6月20、21也会在雪梨办2天的金钱丰盛灵气课程。然后我们在6月26号礼拜五的晚上，特地在布里斯本的河畔的餐厅预定了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很轻松的去聊彼此的生活，聊彼此的日常，聊彼此的内在觉察。希望这个聚会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放下所有的身份跟标签，找到一群跟你灵魂有共鸣。也许你们都在各自的生活中，那我们这次就聚在一起，去看看彼此生命有没有更多样的可能性。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6月27、28在黄金海岸的一个庄园里面办了一个2天1夜的女性力量 retreat。这个女性力量，我会带大家去开始探索自己的阴性力量，透过瑜伽的方式，透过音疗的方式，然后透过设计不同的身体艺术结合的模式，让大家在这里2天1夜好好的去看回自己，并且找回自己内在的阴阳平衡。那除了这些上半年的课程呢，我们下半年的课程也慢慢出来了呀。我们在8月的学士大山的旅修，我们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的名额，所以现在的官网上其实都还有更多的名额可以上去报名。那我们在9月的时候呢，也帮大家争取到更多的颂钵旅修的名额了。我们会带大家去尼泊尔颂钵的发源地，打开一场声音的7日旅修。我们接下来下半年的课程也都出来了，并且即将上架到官网。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会开一场西藏的旅行团，我们在11月的时候会办不同的课程，而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在11月办巨大版的灵魂游乐场3天的灵性艺术季。我们在这里会结合沉浸式的体验、艺术家的展览、声音、音乐，还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作坊跟市集聚集在这里，让大家来一场灵魂的盛宴。然后12月的时候，12月初会带大家去清迈，12月底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巴厘岛跨年。那这些资讯呢，都会即将上传到官网，你们可以随时锁定官方 LINE。那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的话，我们也有 WhatsApp 的联络管道可以联络到我们。那所有的地球玩家们，我们就下半年见喽，或者是澳洲见，大家拜拜。